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这一集是厨房材料水很深这一系列影片的第2集。上一集我们介绍完了橱柜以及地面，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欢迎您先点击观看哦。今天我们就接着来聊聊橱柜上方的台面，介绍一下现在市面上有哪些常用的台面材料和挑选厨房台面的重点。如果您正计划要装修厨房，相信这一集影片的内容一定能帮到您。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石头和木头是人类最容易取得的建材，比起石材呢，木头更好加工，所以早期的厨房大多都是使用木头来做台面。我这里说的早期，大约就是30到40年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住在眷村，姥姥的厨房台面就是一大块木板，那时候切菜啊、和面都在这一块板子上。现在回想起来，这一片木头还真硬，不但要能耐洗耐擦，还要充当切菜板给菜刀来折磨。我想呢，这一定是高品质的硬木。只能说在那个时代，好木头非常的多，而且一点也不贵。当然到了后来，好的木头越砍越少，价格也越来越高。而且呢，木头的台面长期吸水，表面磨损，食物残渣残留，发霉啊、长菌啊，这一定是难免的。这样的台面自然就淡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呢，就是合成木的台面。合成木其实就是用密集板 MDF 或 plywood 来做核心。我们在这一层木板的外层再包上不锈钢板或是美耐板，利用表面材料的防水特性来增加木质核心的寿命。不锈钢的台面十分耐用，可以耐水、耐热、抗敲、好清洁。而且呢，金属也有天然的抗菌性，可以确保厨房的卫生。但是不锈钢唯一的缺点就是丑，在商业的餐厅厨房，不锈钢是最好的材料，也十分流行普及。但是在一般的家庭，不锈钢的台面几乎是没人用。温哥华这里呢，比较老一点的家庭住宅，大多都是用美耐板的台面。美耐板是用10到15层的牛皮纸，经过高压加工成纤维硬薄片，表面再用3聚氰胺覆膜来防水。美耐板因为可以用电脑印花和压纹，所以呢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花色选择。但是3聚氰胺覆膜的表面最大的缺点就是怕热，有时候一个装热水的杯子就会留下痕迹。如果呢不小心碰到了热锅子，还有可能会烧伤。另外，美耐板虽然很硬，但是如果不小心有重物敲到，还是很容易有伤口和裂痕。一旦美耐板表层受伤了，这个台面也就不防水了，里面的木质板芯很容易就会吸水变形。所以呢，在人造石台面价格下降了之后，美耐板的台面也渐渐失去了市场空间。小李哥呢会花这些时间介绍这几种早期的台面，除了想让大家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些上古神兽，也顺便的带大家了解一下一个好的厨房台面必须具备哪些条件。一个好的厨房台面必须要能够防水、耐热、防磨损，还要能够美观，未来也要能够好清洁。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后继的一些材料，怎么样达到这些我们想要的功能吧。木头既然不行，那我们就用石头吧。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石头的耐用性是绝对不容置疑的。但是呢，要把石材加工成薄板，除了切割以及打磨之外，还是有不少的技术难点的。首先就是什么样的石材才适合做厨房的台面。虽然市面上天然石材台面的名称很多，但是呢，主要都属于2类的石头，就是大理石和花岗岩。这2种呢，都属于变质岩类的石头。就是这些石头经过地底的高温高压，由大自然2次加工成的石材。这种的石头呢，晶体因为重新排列过，
结构呢比较均匀紧密，密度也比较高，而且没有固定方向的节理。这样在切成薄片之后，你的台面才不会一受到压力就会顺着节理的方向裂开。变质岩在地底下都是经过上千度高温成材的，所以耐热对这些石头自然是小菜一碟。每一片的石头所含的矿物成分、成矿的环境都是不同的，所以呢，每一片的天然石的台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小李哥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我特别去花莲的采石场，挑了一片大理石来做家里厨房中岛的台面。那片石头我实在很喜欢，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见过相似的石头。天然石的缺点呢，就是石头在成矿的过程当中，免不了都会自带一些气泡，所以呢，无论怎么样打磨抛光，石材的表面还是会有细小的毛细孔。只要有毛细孔，当然就会透水。一般天然的石头大约都会有3%到5%的透水率。在我们的经验上，花纹越丰富、越漂亮的石头，透水率会越高。小李哥有个客人，他买了一间全新的公寓，公寓的开发商呢用的石头台面真的非常漂亮。结果呢，用了几天之后发现，在台面上的水居然会渗到柜子里。最后呢，客人只能选择在洗手台的表面贴膜来防水。如果是厨房的台面，表面的渗水还会导致沁色，像咖啡啊、酱油啊、咖喱啊这些颜色比较重的食物，如果沾到天然石的台面，你一定要马上擦掉，避免沁色。所谓的人造石材，就是用石粉以及亚克力树脂混合所做成的材料。亚克力树脂？对，又是它，就是加在乳胶漆里面的那些塑胶。这些树脂呢，真是现代建材防水的救星，化学工业的奇迹。这些塑化材料呢，广泛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现代人没有石油还真是活不下去。这些用石粉和树脂压出来的台面是绝对不透水的。第一代的人造石，英文叫做 Artificial Stone， 在台湾呢，我们习惯就叫做人造石。人造石的石粉含量大约占了50%到70%，其他的一半主要就是树脂。亚克力树脂在105度C 就会软化，这个优点呢是让人造石的台面非常好加工。第一代人造石做出来的台面，在安装上我们可以做到100%无接缝，但是呢，不耐热这个缺点也非常的明显。如果有很烫的锅子，是会烫伤人造石的。而且呢，虽然树脂不吸颜色，但是石粉还是会吸颜色啊。只不过呢，人造石的沁色和天然石不同，它并不会深入材料，只会停留在表层。你只要找师傅再来打磨一下，就能复原了。第一代的人造石显然还不算是最理想的材料，所以呢，我们就把石粉换成了石英砂，做出来了第二代的人造石，也就是石英石 Quartz Stone。石英砂其实就是天然玻璃的细粉，本身呢是不吸水的，那当然也就不会沁色。石英石当中的石英砂成分高达90%，树脂呢只占10%，耐热能力理论上可以达到上千度。其实呢，资料上是写1600度啦。小李哥保守一点，我很肯定的说，一般的热铁锅是一定伤不了它的。石英石的硬度很高，末氏硬度高达7，所以呢，厨具啊、刀子啊也不会刮伤石英石的表面。当然，材料硬，加工也就相对的比较困难。光是打磨这一块，我们就要用到钻石砂纸才能打磨石英石的台面。自然呢，安装石英石台面的价钱会比安装人造石的台面高出不少。小李哥曾经有一次的台面报价，竞争对手的价钱几乎只有我报的一半。最后呢，我看到对方提供的样品，我才知道对方报给客人的其实是人造石，小李哥呢报给客人的是石英石。其实啊，这两种材料在外观上一般消费者是分不太出来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小心。有一点我很同意，不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用到石英石，您可以根据你的使用习惯还有预算，挑选您最适合的材料。但是呢，就怕您付了石英石的价钱，厂商给你装了人造石，您还是要选择比较有信用的商家来帮你做报价哦。
我们在厨房洗锅洗碗用水，难免呢会把水溅到台面上，台面还能做到防水，但是台面后的那一片墙，如果您不做任何的处理，长期接触水潮湿，一定会渗水发霉的。早期呢，我们在木质台面的时代，我们会延伸这些台面到墙上，做一片垂直大约4寸高的挡水板，防止水直接接触到墙面。到了现在人造石当道的年代，还是有人沿袭了这种设计，但是呢，如果你只用挡水板，挡水板上方的灰板墙是没有任何的保护的，还是有可能受到水汽的伤害。如果是在华人家庭的厨房，这些灰板墙一旦沾上了油烟油垢，就会变得非常难清理。所以呢，现在的厨房主流的施工方法就是把挡水板升级成挡水墙，就是在灰板墙的表面铺上一层防水容易清洁的材料。比较常见的材料有不锈钢、瓷砖、人造石，还有烤漆玻璃。我们先来看不锈钢，还是那句老话，不锈钢什么都好，唯一的缺点就是丑。所以呢，不锈钢大多还是用在商业的厨房。不过小李哥曾经有一个客户，他非常热爱烹饪，他就要求把炉台后方的墙做成不锈钢板。其实做完我觉得看起来蛮专业的，也不会真的很丑啦。再来呢，说到瓷砖，这是最多人采用的方案。瓷砖唯一的缺点就是瓷砖缝，缝里面的填泥只要一沾上油垢，就会变得黄黄黏黏的，而且呢，这些油垢卡在缝里，真的很难清洁。所以小李哥建议，在华人的厨房，尽量要选用大尺寸的瓷砖，这样可以减少瓷砖缝。除非您做菜完全没有油烟啦，否则尽量不要用马赛克砖。马赛克铺完很有风格感，但未来清洁起来你就会十分痛苦。这是标准的样品房装修，中看不中用。如果您考虑实用和清洁，还是选用亮面的石英砖，性价比是最高的。除了石英砖，你还可以用人造石或是石英石来作为挡水墙的材料。小李哥建议，挡水墙最好还是用石英石比较好，因为炉台后方会有热气，也有可能会接触到加热中的锅子。人造石比较怕热，容易变形。使用台面石材来做挡水墙，可以再进一步的减少接缝。在美观上呢，也可以做到和台面的花色一致，增加室内设计风格的整体性。但是相对呢，这样做出来的挡水墙是比较贵的，大约是铺瓷砖2倍到3倍的价钱。最后还有一种常用的材料，就是烤漆玻璃，就是在玻璃的一面镀上一层有颜色的薄膜，这样就会有镜面的效果，就能成为大方美观又耐用的挡水墙材料。烤漆玻璃在亚洲国家非常的流行，它很适合现代欧风的设计风格。但是在北美，因为玻璃的价格普遍都比较高，所以烤漆玻璃就比较少人用了。在实用性方面，玻璃其实是最容易清洁的表面材料，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怕敲到。所以呢，小李哥建议大家，如果您要安装烤漆玻璃的挡水墙，您还是要多抓一点预算，使用强化玻璃来做材料比较好。华人烹煮食物的习惯，油烟都会比较大，所以呢，在温哥华，只要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朋友，通常家里都会有2个厨房。主要的厨房呢，大家都叫西厨，大多数是作为客人来访聚会用的开放厨房。它的装修呢，是以美观为主，油烟比较大的菜品都会在比较封闭的另外一间厨房，也就是中厨处理好，再端出来宴客。平常呢，家里自己的食物也都会在中厨里面去处理，西厨多半不会开火，也不会弄脏。简单的说，西厨就是好看的面子，中厨就是好用的里子。但如果你和小李哥一样，只是普通的中产家庭，家里面只有1间厨房可以用，我们就必须要同时考虑美观和实用并重。在这样前提之下，小李哥最推荐的还是石英石台面。天然石呢会漏水沁色，人造石怕热，这2种材料呢，我觉得都不太理想，石英石还是最好。在挡水的部分呢，一定要做成全挡水墙。材料上呢，用2尺乘2尺的亮面方形石英砖来做挡水墙，是最有性价比的。预算比较宽裕的朋友，可以考虑直接使用和台面相同的石英石，
来追求一下美观和质感。烤漆玻璃这个东西在加拿大的单价还是太高，而且烤漆玻璃这个镜面的质感，它也不一定能配合室内整体的风格，这样算起来就有一点点不划算了。看完了今天的影片，相信您的心中已经有了最棒的台面组合，欢迎您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大家分享哦。台面的材料选择很多，有些材料呢，一般的消费者不一定能马上比较出品质的好坏，所以建议您一定要找信用良好的厂商或是装修师傅来帮您规划厨房的工程，也一定要签约，确认材料的品相、型号，避免上当受骗哦。最后祝您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拜拜。